乌军反攻，普京顶不住了。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了，总有很多人问乌克兰到底还行不行？对于这种问题，就在过去2周，乌克兰交出了一份惊人的答卷，战场上的数字格外亮眼。南部反攻夺回400平方公里，东线顶住47次猛攻，火烈鸟1400公里奔袭，炸毁俄军攻心脏。一边是地面反攻，一边是千里点穴，再加上东部战线的严防死守，3条战线同时发力，乌军到底想打出怎样的局面？美欧媒体和乌方高层都在强调，这场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俄方口中所谓的缓慢推进。据军事分析机构评估，俄罗斯过去1年的推进极为有限，在红军村方向平均每天仅推进约70米，在恰西夫亚尔方向甚至只有15米左右。对比之下，乌军利用灵活战术和创新装备，不仅保住了主要城镇，还在东南部和东北部取得了阶段性反击成果。这一切让泽连斯基都说战争正处于末段。尽管不能掉以轻心，但形势正在不断向乌方倾斜。先说南部战线，这可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阵地置换，而是2年半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地面反攻。这波反攻的打法很精细，不追求一下子冲多远，先把俄军渗透进来的地带一块块清理干净，把接触线往南推稳了再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反攻，也是因为先前俄罗斯的星链被切断，通信系统断网，前线指挥乱成一锅粥。乌军正好抓住这个窗口期发起反攻。2月12日，乌军先在扎波罗热方向搞了一次纵深突破。综合图片报等媒体报道，乌军的侦察和破坏小组在正规部队配合下，直接撕开了俄军防线，突入纵深超过16公里。24小时内，乌军在扎波罗热北部一口气收复了近44.5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当时基辅官方还没有正式确认这个数字，但乌克兰第33突击团声称，他们完全控制了普里艾波勒轴线上的科索夫采维定居点。2月14日，战果继续扩大，乌军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交界处的反击中，接连收复了5个定居点：博尔博维、斯杰波维、索斯尼夫卡、奥列斯托皮尔，还有关键的奥列克西伊夫卡。乌军第475突击团在地面起了大作用，他们截获了俄军情报，趁着天气优势发动进攻。俄军扛不住压力，被迫从南部一些关键阵地往后撤。到了2月17日，法新社直接甩出一篇重磅报道，他们援引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分析，在2月11日到15日这5天里，乌军一口气拿下了201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乌军这一周夺回的面积几乎相当于俄军在整个2025年12月占领的土地总和，这也是自2023年6月以来，乌军在这么短时间里取得的最大战果。2月18日，乌克兰媒体 RBC 新闻援引国防部的消息源声称，过去3周，乌军在扎波罗热与第聂伯罗的反攻中，又收复了130平方公里失地。2月19日，乌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维什涅维、维尔博维和杰尔诺沃耶3地同时击退了俄军的反扑。2月20日，乌军又在哈尔科夫方向动了。综合前线记者的消息，乌军在沃夫昌斯克方向发动攻势，重新控制了赫拉夫斯克和普里利普卡的剩余部分，光这一个方向就拿回了 15.03 平方公里，加上在顿涅茨克、伊雷茨克一带夺回的 10.2 平方公里，以及零星战斗，乌军在东部合计收复了约40平方公里失地。同日，泽连斯基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明，乌克兰已经拿回了300平方公里。2月23日，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正式官宣，从今年1月底到现在，乌军在南部，准确说是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交界，已经重新控制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懂地图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往南就是俄军控制区，往北是乌方重镇。乌军这一波反攻，相当于是把战线往南推了一大截，直接把俄军去年好不容易啃下来的地盘给夺回来不少，并且给俄军的侧翼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相比南边的大反攻，东线这边没有那么多夺回领土的数字，但这里的仗一点不比南边轻松。甚至可以说，在俄军天天猛攻的情况下，乌军能守住现有的阵地，把关键城市牢牢攥在手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先说一个打脸的事，恰西夫亚尔这座城市位于顿涅茨克北部，是个战略要塞，连着巴赫穆特。那从去年开始就成了乌俄双方博弈的焦点。俄军去年7月31日就高调宣布完全占领了这里，结果今年2月16日，乌克兰总参谋部直接出来打脸。截至当天夜里，乌军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的部分区域。更多的是，连俄罗斯自己的军事记者雷巴尔都看不下去了，说几个月前俄军的战报存在虚假报道。俄军吹了半年的牛，被乌军一纸声明就给戳破了。
再说库皮扬斯克这座城市在哈尔科夫州，是顿巴斯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乌军在东部的一条补给动脉。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俄军一直在猛攻这里，想把它拿下来。2月22日，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直接甩出一个数字：库皮扬斯克97%的区域仍然在乌军控制之下。尽管格拉西莫夫和普京本人都在说拿下了，但事实就是事实。俄军进攻这座城市已经19个月了，愣是没打下来。东部战线不光是这2个点的争夺，从乌总参谋部的每日战报来看，2月中下旬的东线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高强度的消耗战。2月16日当天，乌军通报了78次交战，俄军把主要精力压在红军村和胡利亚伊波莱2个方向，这是乌东的物流枢纽。俄军从去年就想啃下来，但到现在还在城外转悠。2月18日那天，乌军在红军村方向打退了42次俄军进攻。42次，这是什么概念？一天24小时，平均每半小时多就要顶住一次冲击。胡利亚伊波莱方向的压力更大。2月18日一天49次俄军进攻，这地方是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的交界，也是乌军南部反攻的侧翼。俄军拼命在这冲，就是想切断乌军南部和东部的联系，但乌军守住了，49次冲击全给顶了回去。根据军事分析机构的数据，俄军在过去2个月的推进速度已经大幅下降，从2025年夏秋季的每周130平方公里降至如今的每周仅40到50平方公里，2月第2周甚至降至33平方公里，创下近半年新低。战场之外，乌军的远程打击也没有停止。如果说地面推进是硬碰硬的肉搏战，那远程打击就是乌军这2年练出来的独门绝技，用最小的成本打最远的目标，扎俄罗斯最疼的地方。从2月中旬开始，乌军的远程打击明显在加速。先说2月12日那天，乌军对克里米亚新佐泽尔涅夫近动手，直接干掉了一艘俄军的 BK-16运输登陆艇。同一天，还在赫瓦尔迪西克那边摧毁了一部 RSP-10雷达站。乌克兰总参谋部后来确认了这个战果，但2个目标听着不大，一个是登陆艇，一个是雷达，都是俄军在克里米亚防务体系里的关键节点。打掉他们，等于是在俄军的防线上敲掉了2颗门牙。然后是2月15日，这一天乌军干了2件大事，一方面用导弹袭击了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沃尔纳村附近的塔曼石油天然气终端，直接点着了；另一方面，在克里米亚卡恰地区一发入魂，干掉了一套俄军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这套系统可是俄军野战防空的王牌，专门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结果呢，被乌军的导弹给端了。接下来是2月19日，这一天乌军对克里米亚和备战领土搞了一波多点开花。乌总参谋部第2天通报说，他们打掉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物流仓库、维修基地，还有赫尔松地区的指挥观察哨，以及克里米亚洛巴诺维和卢甘斯克莫日尼亚基夫卡的物流仓库。这波操作的意图显而易见，就是不光盯着前线的坦克大炮打，还专门往后勤练和指挥链这些痛处打。然后重头戏来了，在2月21日，乌军可以说是打出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组合拳。首先是陆地上，乌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动用了国产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直接飞到了俄罗斯中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沃特金斯克市。这地方离乌克兰边境多远？1400公里。目标是谁？沃特金斯克工厂。这工厂什么来头？说出来吓人。它是俄罗斯生产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以及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的核心工厂。简单说，俄军手里那些能打到欧洲、能威胁美国的大家伙，大部分都是这里造的。乌军的火烈鸟飞过去，厂区直接起火。这可不是炸个油库那种级别的新闻，这是直接捅到了俄罗斯战略武器的老巢。同一晚，乌军还干了另一件事，袭击了萨马拉州的涅夫杰格尔斯克天然气加工厂。这厂子是给俄军提供能源保障的，也被点着了。但还没完，同样是2月21日凌晨，乌军在克里米亚又搞了一波海空双打。在英克曼地区，乌军击中了俄军2艘2246型奥霍特尼克级边境巡逻艇。在叶夫帕托里亚，2架停在叶夫帕托里亚航空维修厂的 B-12水上飞机也被端了。一天之内，陆上打工厂，海上打巡逻艇，天上打飞机，克里米亚的俄军海陆空3块全被照顾了一遍。当然，打完这一波，俄军肯定要还手。2月22日，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当天称，敖德萨州、基辅州、尼古拉耶夫州、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波尔塔瓦州都出现大面积停电。泽连斯基透露，从21日晚到22日凌晨，俄军就发射了近300架无人机和50枚导弹，主要目标就是能源和铁路设施。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300架无人机和96枚导弹，这数字听着吓人，但反过来想，正因为乌军的远程打击打疼了俄军的要害，
俄军才需要用这种规模的空袭来报复。乌方自己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截至2月22日，乌总参谋部公布的俄军单日损失里，无人机那一项是1705架。虽然双方统计口径有差异，但趋势是清楚的，无人机正在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有趣的是，战火之外的外交渠道并未关闭。2月17至18日，前线打得正火热的时候，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了为期2天的闭门会谈，这是今年以来第3轮俄美乌三方会谈。据乌方消息人士透露，本轮谈判首次正式触及了敏感的领土问题。尽管气氛艰难，但双方同意保持接触。下一轮会谈暂定于2月27日举行。纵观乌克兰这3条战线上的表现，南部反攻夺回地盘，东部防御消耗敌军，远程打击摧毁战争潜力，既在军事上拖住了俄罗斯，也为和谈积累了谈判筹码。泽连斯基在2月20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了一段话：“你不能说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老实说，我们绝对没有输。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赢。”而这也已经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乌克兰到底行不行？当一个在战争初期就被很多人断定撑不了多久的国家，在炮火之下坚持了4年，还能取得这样的战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的反击对战场局势有什么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